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如果到老的时候能获得一句"你老真有福气"的评价，那可能就是这辈子最大的满足了。所以很多老人经常说，人这一辈子呀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有福就知足。有种说法认为，有福气是一种终极的成功，再多的财富，再大的事业，也比不起有福气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有福气呢？除了努力拼搏进取之外，还有一句俗语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叫做有福之人有三寡。寡就是沉默寡言的寡，这个寡字就是少的意思。有福气之人有三寡，就是说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在他的身上有三样东西会比较少。那这个三寡说的到底是啥意思呢？一、寡言，这里指的是语言，也就是说告诫大家一定要少说话，无论是在职场中还是在生活中，大家千万不要爱出风头，也不要在外人面前大放厥词，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，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所以听到你乱说话时，他们心里就会联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东西，这样对你的工作和生活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其次，和身边的人相处或为人处事时，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喧哗，也不要在外人面前展现自己。要知道，到时候沉默才是一种品质，才是吸引人的长处。如果你连这两个字都做不到，外人又怎么可能会认为你能做好一件事情呢？苏轼原本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人，就在他做湖都知州时，有人举报他给皇帝的谢恩表里有暗讽朝政的话。后来别人还列举了他的许多带有曾经写的有牢骚的诗作，真的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这样的一些话就成了苏轼的罪证，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，差点就死在了狱中，最后被贬谪黄州待了4年。他如果平时能够慎言，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灾难。一个人在社会里闯荡，赚钱是必不可少的谋生手段和能力，但是一个人的情商有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的上限。古人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可见适当的学会沉默寡言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清平乐里的晏殊就是这样一个在关键时刻知道该怎么沉默寡言的人。当宋仁宗知道了自己的生母事情后，就去试探刘太后的底线，看着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可能会爆发，为了挽回这其中的平衡局面，他这个皇帝老师就心甘情愿地当了那个替罪的羔羊，不做过多的辩解，于是被贬到了地方，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，同时也让太后发泄了心中的不满。这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沉默寡言。二、寡行，这里说的寡行不是说让你少做事情的意思，而是说让你专注做事的意思。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宣传他们的多元化发展，又做网络，又养猪，又造汽车，又造口罩，只要有风口的机会，大家都不会放过。那么我们普通人也应该这样做吗？作为过来人，只想说大家都是普通人，做好自己专注的领域才是最好发展的方向。那些有能力多元发展的人都是具有一定基础的人，我们可以先但一定要量力而行的去学习。所以古人看出了这个弊端，告诫后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先专注某一件事，不要三心两意，否则到最后一事无成。汉书里说以次贯行，固志无为，这里的行是说做事情要连贯。一个人如果做事情三心两意，今天想这个好事，明天想那个好事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事情做得也不好，其他的事情做得也差，最终会让自己有事倍功半的效果。秦始皇和他的6代先祖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，就是因为他们做事情非常的连贯，大家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，
秦孝公时就已经开始梦想着结束战争，给百姓以和平。一直到秦始皇的上百年时间里，秦国的君臣一直没有忘记这个目标，因此在秦始皇的时候就完成了一统大业。这就是专注的力量，不论是几代人都要把这件事情做成。所以有福之人要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决心，不能毛毛躁躁，应该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，这样才能够走向成功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，都不要觉得简单，觉得很容易就能够完成。别在做事的过程中由于大意粗心导致事情失败，让自己后悔当初，应该谨慎点就好了。是我们不能打无准备的仗，在做事前列出了计划，什么时候什么位置，做到每一步需要完成到什么效果，目标要明确，不能走着走着偏离目标，浪费时间和资源。这样当他成功的时候，自己就会感觉到幸福，意为有福之人。3. 寡欲。道家学派认为欲望是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，在《道德经》中就经常提到欲以少失寡欲作为主要的道德规范之一。人皆有欲的存在，只是有的人深陷欲中不可自拔，有的人则在欲的诱惑面前异常的冷静。欲望利用得好，就是人生的一大助力。欲望过多过强烈，则会一步步误入歧途。所以古人就倡导清心寡欲，就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一样。君子固爱财，但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。不是什么都能够占为己有，要分清黑白，在欲望面前能够做到寡欲者，人生路上就会有一片坦途，花花世界纸醉金迷。无论从事何种的工作，都会有各种的诱惑，有的诱惑是水中月，镜中花，看似艳丽无比，但是只要触碰就会惹来一身祸端。有钱是好事，但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而不能为了获取这笔钱财而铤而走险。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无论是贫还是富，对于欲望要有克制，尤其是对于一些让人逐渐消沉的消遣的知识，更是不要去触碰。很多人有钱之后，就开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好，越来越痴迷于此，最后难以自拔，导致生意一败涂地。欲望还能够使人忘记真正的自己，从而走火入魔，在邪门歪道上面越走越远。这样福气是不会长久的，欲壑难填，一旦陷入便无法自拔，以后只能越陷越深。而之前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成绩，终将付之东流。就像那唐朝皇帝李隆基，从联手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，到力排众议的拨乱反正，再到旷古绝今的大唐盛世，李隆基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懂策略、有能力、会治理的统治者，完美的几乎无可挑剔。如果就这样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，成为一代明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众人眼中即将成为大唐荣耀的千古一帝，最终却差点将江山葬送，差点让祖辈们的努力毁之一旦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李隆基的欲，一个溺爱美人不顾江山的欲。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寡欲呢？一是不贪图名利，很多人为了功名利禄，不择手段，不计方法，想方设法违法乱纪，去实现自己的目的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去奋斗。二是不要贪图情欲，不要被女色而迷惑，违法乱纪，贪图美色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三是不要贪图钱财，老话说，君子取财，取之有道，不要不计手段强取豪夺。世上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做错事、说错话，是我们要懂得去寡欲、寡言、寡心，来提升自己的内在层次。当你减少了各种贪欲之心，你的烦恼就会减少。当你少说那些话，你得罪的人会少。当你少做一些无意义的事，你的错误会减少。当你的烦恼少了，
福气自然就多了。若想要获得好的福气，就需要努力学习适当寡欲、适当寡言和适当寡行。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，掌握深思熟虑的表达和做事技巧，以及懂得掌控自己的情绪，我们才能够吸引好运气的到来，成为一个有福气之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